小虎，是不是你故意没封谣言？你存心害我？陈师傅，省城那边都烧1100了，你这老法子该淘汰了。耀虎啊，时代变了，你那套老办法跟不上喽。刘老板，那谣文谁改的？你心里清楚。少扯这些，这条谣是你管的，出了事你就得担着。2万块砖，赔2万，签字，滚！刘老板，我在这厂烧了10年窑，88年你穷得啃馒头蘸盐水，是我爹教你烧砖，跪在坟前说厂子有我一半。这10年我1个月320，你现在跟我说赔2万，全场都过来！91年腊月23，陈本良借厂里3000块钱，白纸黑字手印在这儿，耀火这10年的工资，就算抵了这笔账，1分不欠。刘德光，我爹那是出元丹，你自己改的。原来老陈家还赖过账，这人忘恩负义。签字，好聚好散，不签交镇上处理。刘德厚，这字儿我不签，2万块赔偿金我也不认。这厂子我走，但我陈耀火烧了10年窑，对得起这座里的每一块砖。耀火啊，你以为出了这个门还有人要你？秀乐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别说了，我爹打电话来说你被开除还欠钱，我跟了你10年，住的还是这土坯房，10年了还是320。那床被面你留着吧，我不要了。老陈，你先回去吧，最近厂里不缺人。刘德厚给全县打招呼说你故意炸窑，谁收你他就断谁的夜市供料，没人得罪得起。耀火啊，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媳妇儿都跑了。陈师傅，混成这样了，拿着买碗面吃，别饿死在路上。我陈耀火烧了10年窑，没出过1块废砖，这手艺不值你这20块。去省城，口袋里还有15块钱，购买3天馒头。我这双手能把土烧成砖，把砖烧成金。连烧5窑，废品率60%。市政路面砖下周交不了，就是200万违约金，谁赔？声音闷，带沙感，外头火大，里头火小，典型的烧接不均。等着吧，老板正发火，没工夫见你。你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们的煤灸师配比多了8%，火道直排没有交叉排列，内圈吃不到火，外圈过烧，你烧10窑也这结果。你叫什么？陈耀火，烧了10年砖的，临县红光砖厂不干了，给你1条窑，料随便用，烧1窑给我看。夜市没问题，每条减量，分粉盐加3%，降烧成温度。就这个间距，多1少1分都不行。这窑的坯子含水量低，可以推到020，不能再高了。1窑8000块，废品162块，良品率98%。月薪1200，管吃管住，宿舍单间，8条窑线，你全管。周总，你这厂的夜石从哪儿进的？几个小矿，价格贵，质量还不稳定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一条路子，上游最好的3个页岩矿，我知道他们的产能、报价，还有刘德晃跟他们签的合同什么时候到期。周总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咱们不光要烧好砖，还得把料源握在自己手里。你具体说说。
那个陈耀火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爹，我到省城了。8条爻目前全停，问题3个：一、直排改交叉排派；二、间距统一留2指宽；三、配料逐爻微调。说完了，改火到至少15天，装砖量下降，产能跟不上。微调你用手擀，鼻子长，连图纸都不会看，凭什么改我的设计？专会说话，赵公，你听不听？交底会到此为止，方案全按陈耀火的来，赵公配合。风里有一丝发冲的味道，硫，没煎时的硫味，配比多了。停！谁改的配料？陈师傅，这刚烧上。没焦时多了6%到8%，灰匪神少了。这窑先不停了，按这个料继续烧。周总，3号窑被人改了配料，我没停，等出窑让砖说话。1号窑良品率96%，3号窑71%。赵国涵，你那毕业证抵不过人家一双手，从今天起去料场。7天满6线开，出窑良品率最高达97%。周总，省市市政路面砖项目核实招标，压了200万死点赶货，不是市政单子，谁下得了这么大量？你怎么知道这事儿？45天20万块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45天后有件事想跟你聊聊。叶贤，老刘，我没骗你，城东工业区星远建材8条窑线，6条在烧。技术负责人叫陈耀火。小孟，去省城城东工业区星远建材，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师傅，你们厂还招人不？招啊！你干过砖厂？干过2年。红光出的砖弹起来是噗的闷响，好一点的是嘣嘣。老吴，不用，让他看，看完了带回去，比咱们说100句都管用。郑家矿的液石品质全省前3，烧出来的砖硬度好，颜色正。红光砖厂能在全县6个工地站住脚，一大半靠的是郑家矿的料。矿主叫郑守山，和我爹当年在矿上当过康师工。守山那人实在，你以后有难处可以找他。我一直没去找，我觉得自己不到绝路，不该消费我爹的人情。但现在不是绝路了，是开路。3个矿合同都是腊月到期，郑家矿最关键，品质最好，刘德仲每年靠它撑门面。郑守山那边你有把握？我去见他。市政样砖出完之后，先把活干漂亮了，再谈生意。手里没砖，说什么都是空话。揣废厂里出。耀火，你恨刘德梦？不恨，但该拿回来的东西，我得拿回来。他想投市政标，要提前续约。老刘，我这边来了个人，没留名字，只说他是陈本亮的儿子。
我也好了，现在各个在香港大手的哪个找他的？你就是要火，郑叔叔。你爹是好人，但要火啊，生意是生意。刘德厚跟我合作7、8年了，你让我突然换人，郑叔，我先不谈生意，我能去矿口看看吗？你这动作跟你爹一模一样。85年，那年我借了4000块钱，想在这片山开矿，所有人都说我疯了。那时候啊，你爹为了找这个矿，在山里跑了3天3夜。他指着这儿，就这个位置，往下挖8米，到第8米，紫红色的页岩层，2米后，品质全省前3。你爹后来去了红光砖厂，我一直想感谢他，可他不肯收钱，说朋友帮忙不要钱。后来听说他病重了，我要去看他。你们那边传话过来，让人别折腾了。那话是刘德梦传的吧？郑叔，我不卖惨，条件我直说。星远建材3年长期合同，收购价在刘德行基础上溢价5%，每月保底300吨。小孟接手之后，姚文控不住，省城市的标他拿不到，后面的用量只会越缩越少。合同我跟星远签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得在星远至少干3年。你要是走了，这合同我也不认。郑叔，我这3年哪儿都不去。张岭矿的老于，柳河矿的方老三，我帮你引荐，剩下的看你自己谈。要火！你爹当年说过一句话：好砖不怕巷子深，烂人不怕路走绝。你记着。5万块，5万块转进去，出来多少？我问你呢，出来多少？18000，也就18000能看啊。你不是省城来的技术员吗？你那1100度呢？你那先进技术呢？火道的设计有问题，这叶窑的火道不能直排，得改交叉排列，热气才能均匀。这块咋弹的声不对？拿这块再弹。咋差这么多啊？这块吃火了，里头酥松，砖会说话，你得学会听。这块饱满，火候相当，声儿就脆。陈师傅，你耳朵是不是长在手指头上？星远建材也报了市政标，他们要多少钱？
这个不好打听，不过听说他们联系了郑家矿。给我从那五窑废砖里挑出最好看的200块做样品。挑，我不管你怎么挑，选出来的样砖必须看起来没问题。表面再刷一层水泥浆，把色差抹平。刘总，这不是……这是作假，这叫计量管理，懂吗？小磊，爸爸在省城找到活了，决定了要在这儿干3年，3年以后，爸爸就有小钱了，爸爸就能接你了。紧张不？不紧张，砖烧好了，剩下的就是让人家看。周总，明天评审，我能不能到现场？我想亲眼看。当然可以，明天8点我们一起去。陈师傅，给咱们星远争气！300公里外，刘德贡带着假砖坐班车前往省城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评审桌上等他的是无人敢惹，是无人敢惹的陈耀火。今天到场的有方组长那边打过招呼了，尽力。提醒各位，本次评审质量权重占60%，价格占40%。下面进行现场样砖检测盲检，编号密封，检测完毕后再拆封对应厂家。这个。请坐，还没到提问环节。小李，你来。5组样砖检测完毕，现在拆封编号。3号红光砖厂，5号星远建材，综合资质审查、报价和质量检测3项。本次市政路面砖及广场砖2个焦段，中标单位为星远建材集团。技术负责人陈耀火。陈耀火，你是故意的！刘老板，我没有故意，我只是在烧砖。倒是你那个蓝皮本子上的3000块是借款还是赠款，你心里清楚。总有一天会有人翻那个本子。签合同又不是过年，在厂里吃就行。耀火，你坐过来。郑叔，我就是个烧砖的，不懂应酬。你爹当年帮我找到那座矿时，也说自己是个烧砖的。没有他，我开不了矿；没有你，星远烧不出好砖。你坐这儿，天经地义。这杯酒，敬陈本良。
不是说他酗酒误事，故意炸窑？扯淡！人家两指率98%，酗酒能烧出这个数？刘总，郑家矿的夜石下个月不给咱供了，张岭矿也不供了，柳河矿那边，方老三也断了，签了赌价，新远建材3年。老刘，这么晚，老刘、老郑，咱们聊聊。星远那个厂子我了解，新厂子根基不稳，你把保全压在他身上。老刘，我加，我也以5%，不8%、10%。老刘，不是钱的事儿。陈本良帮我找这座矿的时候，你还在啃馒头蘸盐水呢。他儿子的单子，我不接谁的我都得接。刘总，工资的事儿你给句痛快话。厂里周转困难，再等等。等到什么时候？3个月了。刘总，你说陈耀火赖你3000，那你欠我们50多号人3个月工资呢？出去，都出去，下个月见。耀火啊，是我老李，李叔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那3000块是怎么回事儿。厂里现在不行了。你们要是实在困难，我跟周总说，但我先说清楚，来星远凭本事干活，不是来找关系的。好。红光砖厂拖欠工人工资3个月，7号窑炸窑责任被歪曲，厂长刘德仲伪造借条，逼走技术骨干陈耀火。高组长，都是误会，工资的事马上解决，窑上的问题已经处理了。刘德厚同志，先看档案。窑温由980摄氏度调整至1100摄氏度，签名小孟。这个涂改是怎么回事？蓝皮本子呢？这个记录可能有误。陈本良3个字用的是蓝黑墨水，91年的常见配方。借款2字用的是碳素墨水，这种墨水95年以后才在市面上普及。陈本良93年去世。刘德共同志，一个死了2年的人，怎么用95年的墨水写字？混蛋！人家老陈临死前你还造假，3000块钱那是救命钱，让人家儿子背了10年黑锅。93年陈本良病重，郑守山和老于来探望，全被他挡回去。陈本良记了一辈子验石和火道经验的烧窑笔记，也被他私吞了。爹，那3000块不是借的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不是陈耀火的媳妇儿吗？妈，那是爸爸的名字。星远建材
在省城什么地方？找谁？陈耀火。陈总管，稍等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他在姚县上巡查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要不你们先在这儿等。妈妈，爸爸还要多久才下班？不知道，宝宝。陈总管，你家属等了1天。爸爸！是我不好，你最难的时候我走了，我不是人，你回来吧，或者我跟你到省城，我不要再土一房了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把脸擦擦。秀萍，你走那天，小磊在拖拉机上喊了声爸，那一声我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儿子我接走，我养，你回去好好过日子，想看孩子随时来，我不拦你。耀火！我不恨你，但有些东西断了就是断了，就像烧过头的砖，粘不回去。那床红被面你拿回去吧。爸，你这个厂好大。爸，你很厉害吗？门口那个叔叔叫你陈总管。爸，我长大了也要学烧砖。不厉害，就是会烧砖。刘德厚，你混蛋！现在整个县都知道你坑人。我爹说了，给我一笔离婚费，咱们就是2条道走。帮我查一个人的地址：陈耀火，省城城东工业区星远建材。老刘，那个调查组已经结案了，别问那么多，查不查？查了。有人欠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机会。烧砖的人听不得风吹草动，姚火的脾气我比谁都懂。有人要毁了他！站住！是刘德昌找你的，8000块，每一块140多小时，你改个参数，全毁了。你在省建材学校学了什么？我学了理论。我爹口尝盐粉就知道哪座山好，拿5万害一窑砖值得吗？明天自己跟周总说，你要连这点骨头都没有，这辈子真不如一块砖。报警，提供证人证物。爸爸，那些大烟囱为什么冒白烟？因为窑在烧砖，砖烧好了，烟就白了。那烧不好呢？冒黑烟，你的烟囱一直冒白烟吗？有时候也黑，但最后都会变白。我来跟你道歉的。爸爸，这个叔叔为什么哭了？回去吧，好
好好活着。寒冬腊月，人走茶凉，有些因果逃不掉的。干什么的？找活。听说你们厂招人，干过什么？烧过砖。有什么技术？我以前也开过砖厂的。等着吧。陈总管，门口有个人找活，说以前开过砖厂，是刘德厚。陈总管，门口那人要不要让他进来？不用。跟门卫说，我们这边暂时不缺人。厂里不缺人。爸，好烫！烫就对了，烫说明火候到了。爸，这块砖好不好？爹，这块砖好不好？爹说好，你记住这声儿，这辈子都别忘。记住这个声儿。爹，您的手艺值钱。